嗨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科普醫美新知，我們歡迎張帥張醫師。我剛剛發現今天早上沒刮鬍子，沒關係，一樣英俊瀟灑。好可怕！現在老了，如果早上沒刮鬍子，到傍晚鬍子就會開始變明顯。對，我想如果我一周沒有刮，來的時候你們會不會嚇一跳變野人？我們今天呢要講一個淚溝。大家說淚溝是新知嗎？淚溝不是全台灣全華人都知道什麼叫淚溝嗎？但是你確定你真的知道什麼叫淚溝嗎？那剛好因為前幾天呢我去演講，我就幫各位醫師他們 update 了一些淚溝知識，在解剖學上面一些新的認知，還有一些新的治療方式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，我就剛剛說，那我們來錄一集淚溝。好，層次產品對位，劑量精準術眉，沒效的才是最貴。想做要找專業。所以這一集呢，我們為什麼叫新知？你一定要知道關於淚溝它形成的原因，它這幾年一些更精細的發展，你才有辦法治療更好。不然很多人都淚溝打一打，打完以後用馬鞭一坨毛毛蟲，笑起來很不自然。那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我們一個來看，我們來看到底什麼是淚溝。我去看一下這個圖，這個呢，這個是眼睛，它鼻子在這個位置。我們都知道，臥蠶在哪裡？笑一下，你看它在笑的時候會凸起來，這個就叫臥蠶。臥蠶的下面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溝，這叫臥蠶溝。臥蠶呢，它本身是肌肉收縮造成的，所以笑的時候比較明顯。那眼袋在哪裡呢？眼袋在臥蠶溝的下面，就是現在這一區。當然它現在沒有眼袋。簡單講，眼袋的位置就是在淚溝跟臥蠶之間，在淚溝跟臥蠶之間這一帶。那我們眼睛有細紋的地方也常常是在這，所以呢，你看這就是淚溝。我們今天的主角淚溝，來笑一下，這是臥蠶。好，放鬆。眼袋跟眼下細紋就在臥蠶跟淚溝之間。好。外側這個地方，有一些人外側這有個溝哦，特別是在年紀比較大的人，這叫什麼溝？這叫做眼瞼溝。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？淚溝在這，眼瞼溝在這，這合起來就叫做眼圈。你看有些人他有一個黑眼圈，就是這樣一個半圓形的一個眼圈，它就是淚溝加眼瞼溝。這裡面有幾個大家很容易弄錯的事情，為什麼一定要弄清楚？因為治療方式不一樣。淚溝在這個地方。這個位置叫貓咪紋，有人叫面中溝。很多人會以為說，哇，我的淚溝好嚴重，我淚溝從這一直延伸到這，不是。其實你仔細看，它不是同一條，它兩個會稍微有點錯開。為什麼要講這個？因為它的構造是不一樣的，所以有時候它的治療方式也是不一樣的。再來，在我們的這裡就是顴骨嘛，顴骨上面有一些人他很嚴重哦，這裡會有所謂的顴帶。什麼叫顴帶？趕快去看，我之前有一集影片專門在講顴帶。顴帶很容易跟眼袋混合在一起，它是不一樣的東西。好，我講到這裡，你會發現一件事哦，我們的眼圈裡面這個範圍，就是淚溝跟眼瞼溝這個範圍，這裡是屬於眼睛這個方向，但貓咪紋跟顴帶，貓咪紋跟顴帶這個地方是屬於臉的問題。如果你今天開眼袋可以處理的是跟眼睛有關的，但是我們今天開眼袋可不可以處理到我們的顴帶跟我們的貓咪紋？其實它可以稍微處理一下，它的效果其實不是很好。像有時候我們會聽到說有一種做法，就是我們在開眼袋的時候，同時去拉提我們的中臉這一區。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，這一區是屬於眼睛的部位，而這一區屬於臉的部位。什麼意思呢？剛剛我講眼眶這裡面，眼圈這裡面呢，它就是屬於呢這個裡面的問題。這裡面的問題，我們從眼睛這個地方去開是 OK 的，不管是內開外開是 OK 的。可是，包含我們的這個貓咪紋，我們的顴帶，它其實是屬於臉的問題。一樣哦，在貓咪紋以下這個部分，這裡就是所謂我們的蘋果肌的部分，這一區其實都是屬於臉的問題。都是屬於臉的問題，臉的問題其實就要交給臉，從臉這個地方來做。以前呢，我們常聽到有一個說法，就是我們在開眼袋的時候，從眼睛下面這個地方同時處理眼袋，同時處理淚溝，同時去拉提我們臉的部分，中臉的部分。這個手術方式其實已經20-30年了，這幾年來證實一件事，這個手術方式剛開始有一點效，可是一般維持時間大概只有2年，很短，短到就跟拉線已經差不多了。對啊。這件事是需要特別澄清的哦。好，淚溝我們現在知道，這個在這個位置，我這裡還在特別提一個地方，在淚溝旁邊有另外一個東西叫做鼻甲溝。
這個是淚溝，鼻甲溝在這個位置，所以這個叫做淚溝。有些人他淚溝內側這裡，特別是來笑一下，像他有一點，我們看一下，你看淚溝在這裡，鼻甲溝在這個地方，淚溝在比較上面，因為你看他笑的時候，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溝，他笑的時候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溝，這叫鼻甲溝，它跟淚溝是不一樣的東西這一定要特別強調哦。為什麼？因為它跟淚溝的成因是不一樣的。鼻甲溝最主要跟肌肉有關，所以它填充的技巧不一樣，它甚至有時候要搭配一點肉毒。但你從來沒有聽過有人淚溝搭配肉毒的吧？沒有啊，淚溝最主要都是靠填充啊，對不對？好，所以它是不一樣的東西，你要弄清楚哦。如果你的醫師連這個都搞不清楚，你給他打，你打完蛋然後歪七扭八。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，為了顯示一下我們的學問，所以總是要講一點它的歷史。這個是在講過去這30年淚溝到底是怎麼來的。你知道，像我們開始做，我從這個醫院做這個顏面重建，到我們開始做這個醫美，到外面整形。我出來到現在大概15年，你知道嗎？在15年前的時候，一開始大家其實搞不清楚淚溝是什麼，它構造是什麼很震驚。你看這裡就是一些關於淚溝的研究就是一些啪啦啪啦，就發現那個時候搞不清楚，就有一些假說淚溝好像是什麼，好像是什麼。那你也會覺得很奇怪，我們人類對我們臉部的醫學這2-3千年怎麼會搞不清楚淚溝啊？因為在古代誰會管你淚溝啊？那是現在大家都吃得飽喝得足，大家覺得顏值很重要。古代老了就老了，你看，你如果古代是慈禧太後，你有這麼大的權力金錢，你叫一個媽處理淚溝，她也處理不了。但現代不一樣啊，現在因為我們大家重視它，所以大家對它研究越來越細。所以你看，這個之前研究，大家研究到底淚溝是什麼，我細節我就不講，因為這些舊的東西很多，後來證明它是錯的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，這個圖很棒。這個圖呢，就是我們的眼睛中間這樣打開看，一層一層的。大家記不記得我們臉分幾層？3層。對，很好。臉分成淺層、中層跟深層。淺層是皮膚跟皮下脂肪，中層是筋膜層。對，再來還有一些深層的東西。我們來看，其實眼睛下面也是一樣哦。淺層就是這個皮膚跟皮下脂肪，黃色就是皮下脂肪。中層呢，紅色這個就是眼睛下面的筋膜，眼睛下面這層筋膜又有另外一個詞叫做眼輪匝肌。那這個筋膜的深層就是這些構造。這個圖其實是把中間這裡打開，就可以可以看到淺深，哇，好漂亮的一個構造圖我看到這種圖就覺得好漂亮，一般民眾看着覺得好恐怖。好，那這個東西是什麼？像牆壁一樣的東西，這個是臉上的韌帶。韌帶呢，就是從骨頭長出來的觸手，它抓住我們臉上的這個構造。你想想，我們臉上這一層一層的東西，怎麼樣子把它貼在骨頭上？就是靠臉上這些韌帶去抓住它。所謂的淚溝，現在已經證明了，淚溝就是眼眶下面這裡有一個韌帶，就是我現在畫這個韌帶叫做眼眶固定韌帶，它是淚溝的成因。所以我們在治療淚溝的時候，就要針對這個韌帶去處理，非常的重要。我今天也跟大家講這個東西。講到這個，很多人都覺得他一直講這個我會睡着了，好深哦。我直接講，首先我們在打我們的這個淚溝的時候，我們看到這有一個圖，一樣這邊是鼻子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啊，你會看到我這個圖的，我這些檔案的下面都有一個什麼 DOI 這些連結，這每一個都是一篇很重要的醫學論文。講這個就是代表我們不斷在 update 我們不是用舊的東西在糊弄大家就像我說的影片講的東西，都是真的醫學上的東西。像那一天有個客人來跟我說，張醫師，我聽到有人說我在這裡墊東西，這整個都會拉上去。我反問他，你們覺得哪裡怪怪的？他說，坦白說，我也覺得怪怪，為什麼墊這裡東西？然後是把它頂上去嗎？當然不可能。我反問你一件事，一個東西要垂下，一定是要用提的嘛？是。你放東西在這裡，它可以提上去，當然不行。那個就是糊弄你的，騙你的。我還遇過有客人跟我說，聽說這邊用一用雙眼皮會跑出來，法令紋用雙眼皮會跑出來，太誇張了。你今天就算從來沒做過醫美，都覺得這聽起來怪怪的。對，你就知道我們這個行業靠說謊、靠糊弄都可以騙到一群人。但你說這些民眾他們很無辜，所以他們需要一些正確的知識，來告訴他們怎樣才是對的。因為網絡上，不過坦白說因為我也講了很多實話，所以一直被攻擊，很慘。
常常莫名其妙中箭，不然就會弄一些假的東西在網絡上攻擊我們啊，不然就是有時候會打電話來叫我們把什麼影片拿掉。我們來看一下，剛剛講到淚溝，它就是韌帶造成。大家仔細看一件事哦，这個韌帶在內側是一束，在外側是2束。我們在處理淚溝跟黑眼圈的時候，其實你會看很多醫師他在打淚溝的時候，你知道打淚溝的技術我們是可以分等級的。好，你如果被打過淚溝，你仔細回想一下，或者你看了這期影片以後，要去想一下你的醫師是哪個等級。如果他今天是初學者，他打淚溝，他就是只針對淚溝這個地方去打，而且他可能就拿一個銳利的針這樣子簡單這樣子打，或者垂直的這樣子打，這個就是初學者。打淚溝呢，其實外側這個地方一定要打。我剛剛講了一件事，什麼叫黑眼圈？黑眼圈就是淚溝加眼胛溝，內側就是淚溝，外側就是眼胛溝。所以你如果其實這2個你看這個圖就知道，其實這2個是同一個構造，它是相通的。如果你今天看到一個人淚溝只打內側的話，你會發現他打完淚溝比較淺的，但是效果不夠，因為這2個是連通，所以外側一定要打。代表什麼？他是有經驗的醫師哦，而且打外側有一個好處，打外側這裡撐起來會讓內側這個地方淚溝，因為這裡撐起來會有天挺的作用，會有稍微有一點緊緻的作用，效果會比較好。但問題來了，你看他打外側，哎呀，我遇到高手了。張醫師講說這個有經驗醫師不，這裡面我給大家看這個圖哦，這又有一個重點啦。很多醫師他在打外側的時候他的打法就是這個圖，你看外側這個地方，外側在哪？就是顴骨嘛。於是他就打在顴骨上面啊。他告訴你，我打一些在顴骨上可以拉提哦。打完以後，奇怪，我淚溝這裡真的比較好，可是我顴骨怎麼變那麼凸？變成那個奪魂鋸啊，顴骨變很大。那怎麼辦？張醫師，你不是說外側一定要打一點淚溝才會真的完善嗎？所以更厲害的高手他就知道，他對臉部的構造 update 的話，他就會知道外側的韌帶是有2條的。我們在打的時候，打在這外側這2個韌帶之間這個小小的縫，不需要打多，打一點點，它就有天挺撐起來的作用。而且因為它量不用多，因為它就打在2個韌帶之間，所以它只要一點點就有天挺的作用了。那這個就是更進階的技巧。好，我們在打這個處理這個韌帶的時候，我剛剛講到內側跟外側，但另外一個重點來了，不是只有在意內側跟外側，還要注意深跟淺。我們臉是立體的嘛，臉不是只有一層薄薄的啊。問題深跟淺要打哪裡呢？你有沒有發現這幾年好多人打完淚溝，有淚溝比較平的，就眼睛下面變毛毛蟲。對，而且有時候燈光一照就會藍藍紫紫的，這叫廷格爾效應。什麼叫廷格爾效應？我有一期專門講廷格爾效應，眼下那一集就是說臉上哪些地方不能隨便打玻尿酸，或者打玻尿酸凹凸不平。那裡面我就有提到廷格爾效應，大家可以去看那一集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，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臉，我們根据不同剖面，你們看這個是什麼？這個是在超高倍的電腦斷層底下，從淺層到深層，我們去看這個淚溝怎麼形成。這個白白的這個一束一束的，這個就是淚溝的韌帶。這個淚溝的韌帶在醫學上我們叫眼眶固定韌帶，就是我剛剛講淚溝跟眼胛溝都是這個韌帶造成的。它的一束都是這個韌帶造成的。那我們在打這個淚溝的時候呢，你會發現，這個韌帶從深到淺它都有。你看這樣一束一束從深到淺它都有，這個圖就更棒哦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下面，這就是其他研究論文，更新的研究論文。這個研究論文是2023年，到現在還沒有超過半年的一個論文。哦，你看它的更漂亮，它呢是把它做成3D 的模型。我們現在在這裡看到是平面的，但是我們在看這個電子版論文的時候，它是3D 模型，它是可以旋轉的，它就可以明顯看到這個地方韌帶就像大樹一樣這樣子。好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圖哦，就像這個韌帶它是一個這樣子的網子的一個結構，由深到淺，所以我們要判斷這個醫師他打淚溝打得好不好，我們就要判斷他深層有沒有打，淺層有沒有打。那深層打，坦白說，很多人說哇，深層打要技術不，淚溝深層打反而簡單。為什麼？因為以前的這些材質，以前的玻尿酸啊，打在這個深層，你打得不好，打得凹凸不平啊，表面也看不到，因為它在深層嘛。可是我剛剛說的，我們淚溝要打得好，不是只能打深層，那個淺層要打得好，才有辦法把那個淚溝真的修得比較平。問題是打淺層沒打好，就會怎麼樣？凹凸不平。那怎麼辦呢？以前很難處理，
但現在就有一個新型的產品。這樣我不是在幫這個產品廣告，但是順便給大家科普醫美新知一下，這個新型的產品叫做維貝拉，它是新一代膠原蛋白增生劑，它可以打到非常非常淺，它甚至可以打到真皮層裡面，所以我們把它打得很淺的時候，它就可以讓淺層的淚溝可以很明顯的去改善它，而且它不太會有凹凸不平的問題。這個產品它最大的好處是，它很不容易會產生結節。假設你真的運氣很不好，產生結節，它也有辦法軟化哦，它用熱就可以讓它軟化，它軟一軟，推來它就軟哦。那這個就解決很多以前淚溝沒有辦法打得很好的狀況。以前我們在看有些客人，他就說，我之前就給他打淚溝，我不知道怎麼搞的，我剛打完的時候覺得我打得好好哦，3個禮拜以後。我下面這裡更鼓了，結果淚溝還是凹的，甚至看起來更凹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就是因為這個醫師他在打的時候，他只打在深層，那一開始因為有點水腫水腫的時候表面也腫腫了，你就以為它是平的。等到它水腫退的時候，它深層的地方很飽滿，結果它淺層的地方沒補到，那看起來就變成這個地方很飽滿的，這個地方還是一條凹。這就是因為處理淚溝的時候忽略了淚溝它的結構，它是一個立體的，從深到淺都要處理。好，這個很重要。好，講到這裡，你以為淚溝就結束了嗎？不。那如果你覺得我們這一集對你的淚溝非常有幫助的話，請你務必按讚、分享，然後介紹給你朋友。只要這一集呢，大家按讚的夠多，分享夠多，我下一集講淚溝更重要的觀念給你聽。那如果大家對自己的狀況有問題，不好意思在底下問，那你也可以私訊我們也可以給你一些比較正確的知識。實證醫學才正確，術中錄影別忽略，美笑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哦。好，那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因为没笑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哦。